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会生活种菜。我的频道呢是关于种菜经验分享的。如果您对种菜感兴趣的话，欢迎点击视频下方的红色按钮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么之前呢，有很多朋友在我这个视频下面留言呢，就问我，你这个种菜你是怎么浇水的？那这个浇水呢，看似是不是太大的问题啊？但是实际上呢，它是很关键的，有很多学问在里面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具体的谈一谈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说用花盆种菜或者是种花。这个花盆的土里呢，一般我们都掺入了泥炭藓啊或者椰糠之类的疏松透气的材料。可是这些材料呢，就特别容易让这个土呢变干，而且花盆的土也有限啊。一看这个这么大的花盆，其实它的土呢还是很少的。而且这个花盆的土是不是容易干，还跟您这个花盆的颜色和材质有关系。所以呢，在我们浇花盆的时候呢，我一般就是用这个正常的水流来小水勤浇。比如说在中间给它浇一点这个花盆，然后过来再浇别的花盆，然后我们再从头再浇这个。所以就这样反复的浇，小水勤浇，这样呢才能防止你这个一下子浇完了之后，那个水呢从旁边给流走了。那如果这个花盆它缺水，咱们浇这个水呢从旁边漏走的话呢，它这个根系就喝不到水，所以营养呢也不能随着水往上吸。所以像那个辣椒啊、西红柿啊容易得欺负病，还有一些其他那些蔬菜呢容易黄叶干叶。所以这个水呢，大家花盆里种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让它这个根系真正的能够吸上这个水。在我们浇完了之后呢，你可以稍微用手掂一掂这个花盆，觉得它好像变重了，那才这个水呢才真正的能够浇到里面去。还有一个办法呢，就是我们拿一个小竹竿，在这个根系的周围稍微杵几个洞，然后再浇水，这样呢那个水呢就会从那个洞里流到它的根系旁边去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所有的蔬菜都浇同样的水，都同样对待，那这样是错的。像有的蔬菜呢，它是浅根系，比如说黄瓜，那我们浇呢就不能大水漫灌。那比如说像这个西红柿，它已经长得挺高了，它的根系扎的已经挺深了，那我们就要多浇水。那像有的蔬菜呢，比如说这个芋头，还有我们之前种的茨菇，还有这个马蹄，它们本身呢都是水田的作物，所以它们特别喜欢水，所以呢对它们就要特别照顾，要多浇水。还有呢，就是根据您这个种菜的位置，像我有的蔬菜呢种在背阴的地方，那些地方的土明显感觉是比这些阳光好的地方的土呢要潮湿，所以呢那些地方呢就要少浇水，那这些阳光特别好的地方呢，咱们就要多浇水。还需要补充一点呢，就是根据四季的不同，这个浇水呢肯定也是不同的。我们在冬天用简易暖棚种菜的时候呢，那个暖棚里面呢基本上是2个多星期才浇一次水的，也非常省心，基本上就种完了就不用管它。那现在夏天基本上一天要浇2次，那天气更热的时候呢，有可能就会要一天浇3次水。那第三呢，就是根据这个蔬菜不同生长阶段，咱们浇这个水呢也是不同的。最典型的，咱们拿这个西瓜来举例子。这个西瓜在室内育苗，在小苗期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给它保持土壤湿润。那在移栽出来之后，在现在这个阶段，在长叶子的时候，长藤蔓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做到见干见湿。干一点也不怕，因为这个西瓜呢本身是比较喜欢高温耐旱的这个蔬菜。可是呢，在这个西瓜在结果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对它进行多浇水了，因为这个西瓜呢就是被水给撑大的。那类似的蔬菜除了西瓜之外呢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果菜，比如说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、西葫芦，还有各种瓜，在它果实膨大期的时候呢，都不要忘了要多浇水。第四呢，就是在移栽之后要多浇水。比如说我们在外面买的苗，或者是自己育的苗，完了之后你把它移栽到土里的时候呢，要把它浇透了水。还有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的那个水培的那生菜，
然后你想把它连根拔起，在种到地里的时候埋上土之后也要多浇水。还有之前我们家那个小月茼蒿也是，把它想换一个地方，从这个地方连根拔起，然后又种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这个时候呢种完之后要把它浇透了水，多浇水。第5呢就是水流过强，像我这个是可以调节的，像这种香菜刚出来的这些小苗，你用这样的水流，这样都是不行的，要用更加细弱的，用这种喷雾这样才可以。第6点呢就是浇水浇太少，没浇够。像我这些辣椒啊，我已经可以用正常的水流来给它浇了。这个浇之前土壤的颜色是比较浅的，浇完了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土是变深的。然后过了一会儿，我们来挖一下，可以看到这个根系里边，这个里边还是干干的，水都没有浇进去。所以呢，像刚才那样水就没有浇透，我们就要再多浇一会儿，确定让这个水呢真正的渗透到这个土壤深部的地方。或者呢是这个水浇的过多，像我们这个土没浇水的情况下，虽然它有些发白，但是你可以看到表面上长了很多绿色的青苔，这个就说明了它这个土里边其实是不缺水的。第7呢就是关于浇水的2个误区，一个是呢不能浇在叶子上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大中午的不能浇水，就怕这个比如说水珠落在这个叶片上会形成一个放大镜的效应，从而把这个叶片烧伤。这2种说法呢在我这里呢都是对我来说就是误区，因为根据我的经验，我就是经常把这个水浇在叶子上，而且呢在去年夏天最热的那几天，白天40多度，我中午的时候也是要浇水的，因为你不浇水的话那些菜都干死了，而且也没有形成什么放大镜叶片烧伤的这种现象，没有。所以呢我平时浇水的时候呢就是很随意，除了把它浇在叶片上之外呢，在底下像这个辣椒呢，底下的叶片我已经把它剪了，所以它底下比较通风，也有空间让我这个水流能够进去。我也顺便呢稍微低一点，这样把它浇进去。你浇在叶片上面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像有的地方呢，夏天高温它是雨季，突然来了一场雨，浇在了这个叶片上面，难道说这个叶片就被烧坏了吗？那不可能啊！而且在我这里呢，我经常出去开车看到很多农田里呢，他们浇水就是用那种喷雾状的那种喷灌系统，水就哗哗的落在叶片上，大中午的也浇水，完全没有问题的。第8呢，就是在每次施肥之后要给它浇充足的水分，不管你是用颗粒肥呢还是缓释肥，都要给它浇水。像我这些韭菜呢，在我每次收割完之后呢，我就为了让它长得更好，因为它是叶菜类的嘛，我就给它加氮肥。加完氮肥之后，我再给它均匀的再浇上一次充足的水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每次施肥之后都记得一定要浇水。好了，今天呢主要跟大家闲聊了一下咱们这个种菜浇水的几个错误和误区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如果您对种菜感兴趣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么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